日本连遭噩耗，首相遇爆炸事件，俄舰队大举逼近，岸田文雄能否带领日本渡过难关呢？大家好，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近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演讲时遭遇了爆炸事件虽然岸田文雄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但是1年左右的时间，前首相遭遇刺杀身亡，现任首相遭遇爆炸事件，这说明日本内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有一股暗流正在涌动。与此同时，俄罗斯国防部宣布俄太平洋舰队已经进入到最高的战备状态，而且各个型号的舰艇已经离开了驻地，赶往日本海指定的海域作战部署地。要知道，这些作战部署地距离日本是非常的近特别是日本海更是距离日本近在咫尺。近期，俄罗斯已经正式宣布在巴赫穆特方向胜利的消息，俄方多个重要人物也强调，特殊军事行动到了该结束的时候。看俄方这种状态，已经是满足现在取得的战果了，想要从进攻阶段转为防守了毕竟俄乌冲突也持续了1年多的时间，俄罗斯它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现在缓下来，既可以好好的喘口气儿，也可以消化胜利果实。而日本自从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仅一方面积极配合美国对俄罗斯的打压政策，更是在南千岛群岛的问题上对俄罗斯露出了极大的敌意，甚至日本政坛还要借机鼓吹要夺回千岛群岛。这可不仅仅只是喊喊口号前些时候日本就在靠近千岛群岛的方向部署了大量的军事力量，对俄罗斯还摆出了一副随时要出动的姿态。所以有不少分析人士猜测，俄罗斯舰队这次大举逼近日本海域附近很明显是带着强烈的信号。结合前些时候俄罗斯海军屡次出动战舰在日本海试射导弹，不排除俄罗斯是来给日本一个教训的。而且日俄自二战结束后矛盾可以说一直就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的缓解，双方也并没有签署过和平条约。而更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次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几乎是全部出动，而且我们都知道最高战备状态就是随时开打的意思，所以很有可能这种教训会以特殊的军事行动的方式来进行相信日本对此是非常紧张和恐慌的。如今日本内部暗流涌动，甚至可能威胁着岸田文雄的生命。岸田文雄也必须要花费巨大的注意力来关注以及试图迅速去解决内部的问题，这样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和政治生命不受到威胁。另一方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大举逼近更是岸田文雄无法忽视的严重问题，而且这个问题需要更大的魄力来对待这种内外交困的局面，恐怕是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所面临最危险的局面。而不得不说的是，这是日本咎由自取的下场，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不是后悔了就不用负责任。在俄罗斯最困难的时候对俄罗斯落井下石，所以俄罗斯也必然会深刻记在心中，一旦抽出手来就是凶狠的反击报复。而岸田能否带领日本度过这个至暗时刻，那就让我们继续来看看吧。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你的精彩评论。